身为二代你要跟家族生意当中，你要在内部去沟通说我们要花400万来上市。其实你有受到什么压力吗？其实这个是一个 industry 的 practice 来的。其实那个 cost 这一块来说，不管是整个市场也好，每一年都有一个 inflation 嘛，对不对？所以上市的费用也是会越来越高。因为现在帮我们上市的，就是说整个上市费用有很多专业的团队，这些都是要一定的那个费用，因为大家要同一个方向嘛，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要很清楚的了解这个费用用在什么地方上，因为钱要花在刀口上嘛，只要花的值得，我觉得不是钱的问题，是那个价值的问题。OK。维新资本 Winstar Capital Berhad 计划在12月19号在马股创业板上市，目标筹资1979万令吉。IPO 筹集的资金目的是要扩大产能，特别是针对他们的老本行铝型材的挤压及铝产品的加工制造。除了延续传统产业的发展，维新现在更是已经和太阳能业者合作，进行铝制太阳能光伏安装以及相关配件的加工。我们看到的是一家企业如何试图从传统制造向绿色能源领域转型。在当前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维新的未来蓝图是否能够给投资者信心？今天我们邀请到维新资本的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员蔡文峰来到节目上，和我们分享他的经商心得和理念。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就邀请到了这个维新资本的蔡文峰 Vincent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 Vincent 呢是维新资本的执行董事兼这个总执行长，来欢迎你。你好，我这里是 Vincent from Winstar Capital， 是，那其实呢，我相信昨天在你们的这个上市的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呢，已经有很多人问了你非常多刁钻的问题啊。今天我们一开场，我们先来给你一些温暖的问题好了，温暖一点好，我们来暖场啊。好，其实您是这个公司接手的第2代嘛？啊，是的，是。那上市其实是你自己亲手要主导的吗？还是说你爸爸本来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是我们年轻一代的想要去主导一下这个事情，看一看不同的一个世界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啦。是这样子的一个看法。是，那其实我发现你的团队都非常年轻啊，对，然后非常有活力啊。其实现在我们发现说，年轻人的这个人才的流动其实是非常的高，特别是在传统产业要留下年轻人，应该不是很容易吧？应该是每个行业都不容易留人啊，现在是、人才也是很缺乏了，现在整个市场非常缺乏整个人才。你自己觉得说，在传统产业里面要留住年轻人的关键是什么？我觉得不管是传统企业还是那种比较新兴的企业，都比较难会留住那个人才的。很坦白，如果你要留住人才，你要有那个机制要对啊，机制。OK， 整个公司的机制啊，薪金的机制啊，整个不一样的那个 allowance 啊，全部东西要对。因为我发现你的员工其实蛮活泼的，你其实你觉得你自己比较自豪的，就是在公司里面你去自己设计的哪一些机制，可以跟我们分享吗？你说的机制就是那些薪酬机制啊，那种commission 啊 allowance 啊，都是比较打破传统一点啊，都是可能是说profit sharing 啊这之类这样的东西。我们来聊一下你这次的 IPO 好了啊。那这一次你 IPO 筹集的这个资金呢，我看到有50%是要用在这个扩大产能，包括你要买新设备啊。那其实可能会有人问说，他的这个投资报酬率你自己计算过吗？如果你说报酬率，你说销售来说，我们是增加了那个产能，大概是130%了，我们的那个生产量会增加。Okay. 对，所以你说PAT 来说税后盈利大概是5到6，你可以去算一算，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盈率。OK， 所以你是有信心的是有信心的，因为其实是说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企业现在做的是有2个板块，一个是铝挤压，另外一个你看得到是那个 trading items， 就是说里面也是有包含了很多那些铝材，这就是我们买来卖，因为我们的那个产能已经是满了。已经到顶端了，所以就是说我们会去外面 outsource 去买更多的铝材去卖给我们客户，左手卖右手这样子。了解，所以你本来就是因为产能到了顶端，然后你们又想要去拓展公司的业务。对对对。OK，
好，但是你们这一次的整个的 IPO 的整个上市的费用400万啊，对，会觉得太高吗？其实这个是一个 industry 的 practice 来的。其实因为我们也是有专业的团队，其实那个 cost 这一块来说，不管是整个市场也好，每一年都有一个 inflation 嘛，对不对？所以上市的费用也是会越来越高。因为现在帮我们上市的，就是说整个上市费用有很多专业的团队，还有说有 TS Securities 啊，有我们的 Financial Advisory 啊，有 EcoAsia， 还有那些律师啊团队，还有其他的那种独立的那种market researchers， 这些都是要一定的那个费用，因为他们都是专业的。我觉得给一个专业的人一个专业的费用，我觉得是值得了。身为2代你要跟家族生意当中，你要在内部去沟通说，我们要花400万来上市。其实你有受到什么压力吗？其实是大家会去因为大家要同一个方向嘛，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要很清楚的了解这个费用用在什么地方上，因为钱要花在刀口上嘛，只要花的值得，我觉得不是钱的问题，是那个价值的问题。OK， 你怎么样子做内部的沟通，去让内部的人，包括可能是长辈也好，或者是公司的同仁看到这个价值呢？所以我们会 break down 整个上市费用let's say 是说我们的 investment bank 那个TS Securities， 我们就会 break down 他们的做了什么工作再来EcoAsia 我们的 Financial Advisory 就看他们做了什么工作，我们的律师团队就整个 Due Diligence Working Group就好像我们的那个审计师这样那个 UHY 他们会做各种各样的审核报告，全部都要做到完这个东西，从 A 到 Z。所以费用都会我们 break down 到完，而我们不是说在看了400万我们就给，我们也不可能这样子给，所以我们也是看了这个东西过后，我们 break down 到完，就是分析下来这个钱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过就签，大家要有一个一致的一个方向一起去跑。是，对。其实扩大产能这件事情，我想再倒回来再聊一下，就是因为很多人会去思考说你扩大了产能，但是可能看到你公司你客户的组成又比较单一的时候，它的这个相应的这个风险可能比较高。你会怎么思考呢？就是说你要如何去拓展你自己的客户的来源，这是变得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一路以来，我们的客户从很多年前几百个到2000多个，到今年3000多个，我们都一直在积极的发展我们的客户，开拓更多高端、中端、低端的客户都会有，我们一直在开拓不同的市场。OK， 现在有什么样子潜在的经营上面的风险吗？对于你们来讲？经营上面的风险，其实最大的是2样啦最大的风险是人才的风险啦。我们说人才短缺的问题，因为公司你可以看得到，我们每一年增长都是我们说那个就是 compounded annual growth rate， 那个我们大概是有30%以上，所以当我们每一年都以30%的那个成长率来说，我们的人才管理很重要，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才去 manage 这个东西。不只是人才短缺的问题，也是资金上也是会面临到一些不足的情况，因为成长太快了。生意是有，市场是有，只是说我们整个这2个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风险，所以我们要管理好这2样东西，不可以一味的去冲，而不如去看到这2样东西。因为当你说好像是说你做去年我们2023做153个 million， 今年到7月份做100多个 million。所以我们算出来的话，我们要增加多少人、多少资金，全部要做足功课、做足准备。因为for 一个 example 来说，就是打个比例，你做1亿的生意，跟你做1亿3千万的生意完全不一样。当你去到2亿，如果是以30% 来说，你要做2亿6千万，这个比例来说的话，你做多一个6千万的生意，你需要的人才、你需要的资金、你需要的 resources 全部都不一样。对，那么其实原物料上涨，这对你们来说会是一个风险吗？还是这个是可控的呢？这个都是可控的，因为我们都是会把它转嫁于给客户。就像今天我们的那个 order， 今天我们给客户的那个报价单，他们就要在2天里面给我们一个 feedback， 如果没有，我们2天后再去报价给他。这样子的一个形式上这样去做，然后他们定了过后，我们就直接把这个订单这个原料，我们就跟我们的供应商去锁价，锁了价过后，我们就没有什么那个风险存在，因为我们就是 cost plus method 嘛，这个是对。其实像你们这个行业，
说它是传统行业，它也是竞争蛮大的一个行业，对不对？而且你们很大的竞争是来自中国的这个铝制产品，对不对？所以面对其实，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企业，他们面对就是中国他们单品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对你们来讲说，这个在经营上面会不会遇到一些的竞争，或者是带来就是可预见的一些风险呢？竞争一路以来都会有的，好像你说中国的竞争，以前会比较激烈了，应该是说在2个星期前会比较激烈，但是在2个星期前，中国的政府出了一个政策，就是退税政策没了，就是说铝制品我们说铝制品了哈，因为铝材是我们的行业嘛，其他我们不说，就是说铝制品这样东西是说他们已经是取消了13%的退税，当取消了13%的退税，中国来到马来西亚这里，他们的那个铝材的那个价格会提升最少13%，所以相对来说他们的那个 costing 会贵，所以对你来说是好事，是好事啦，对 ，OK。而且再来说，中国来这里，他们也是面对蛮多问题，好像海运这样，好像之前有遇到红海的问题，还是讲是打仗的问题，还是说台风的问题，所以这些都是那个不可估计的时间上的损失。包括现在可能船期也不是太稳定船期非常的不稳定了，现在也是因为很多因素在里面。再来，你跟中国买货也是面对到几个问题，就是说，当你去到华人新年、农历新年的时候，中国人的一个习俗是，通常他们都要1个月前开始收工了，也不接订单了，全部就开始买飞机票买火车票就回家乡了，所以他们1个月前都不接订单了。你要等农历新年过了年15，他们再回来做工。所以你在这段空窗期里面，你就会比较，如果你要拿到货，你也比较难拿得到。OK， 除非是提早去预定预算。是这样子的东西。所以你其实，在马来西亚你有主场优势，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说你这个主场优势你是怎样子去发挥的呢？本身在马来西亚已经是在这里做了22年的生意在这一个铝行业这一块，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地理优势我们已经有了，因为我们这里人家说嘛，做生意天时地利人和，我们马来西亚我们都有了。你说在马来西亚做生意3大民族我们会说马来语会说英文，会说华语。印度话我不会说了，不好意思所以说我们都是用马来文来去做一个沟通了，所以很大程度都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就是配合上也没有什么困难。好像也说马来同胞他们有他们的那个习俗要怎样去做印度人有什么习俗要怎样去配合，然后华人是怎样的我们也可以去做，因为每个地方的那个 culture 不一样，所以我们很熟悉他们的 culture，是这样子的一个。而且你有提到过说，其实在本地的你的一个优势就是，就算是客户跟你买一样产品而已，它只是一个单品而已，你也可以卖。是，所以我们的优势是就算你跟我买一支铝材，我们也可以卖给你，没问题。我就是其实有试过有一些客户他们从中国买了货回来不适合用。他们拿来我的厂这里就找我帮忙，帮他 modify， 帮他改装一下再去用。我就跟他们说可以没问题，这次我帮你做，这样下一次我是不帮你做的。我说很坦白，因为我们是生意的嘛，做生意的，所以就说下一次你一定要跟我买，不然我就帮你做这个东西来改次，因为很 fair 的东西嘛，对不对？所以是说我们会有我们客户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其实讲坦白的。所以你的主场优势是可以帮大家量身定做，不然有的时候可能跨国之间的贸易就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等货到了之后，你发现货不对版，或者说它可能跟你原本的设计有误差的时候，那就会比较麻烦一些。对，因为他们售后也比较难做，因为他们在中国嘛，售后也比较难做，而且他们起订量也是要有一定的起订量才去做。其实说到这个主场优势，我们看到其实你的这个集团的营收的净利润呢，其实在过去1年是有实现了增长但是这个利润还是维持在5%左右。接下来一定很多的这个投资者他会问你说，你究竟要如何再去让你的这个净利润来增长？所以就好像为什么我们要进多4台机，我们就是筹到的资金为什么我们会放在4台机器上面？因为我们好像我们说的这样，我们自己生产，我们大概是盈利大概是20%左右，我们很 consistent 的，就是说 gross profit 啦是20%左右。过我们就是买卖那一部分，就是说我们也是有，因为我们做生意是说你要有鸡蛋先还是要有鸡先。很坦白的，所以说是说我们现在就是有很多 trading item， 就是说找第三方去帮我们做铝材，然后我们买了回来，我们去卖给我们的客户，所以我们已经有一定的那个客户群的需求在那里了，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些我们跟第三方订的原材料那个铝材转回去我们的自己生产，我们的那个 profit margin 会从15去到20左右。
OK profit margin 都是做我们的 gross margin 我们说。会从15去到20，因为毕竟不是我们自己做的，所以那个价格上我们赚的会比较少。因为该赚的也是要给人家赚，不然人家不要做你的生意。对。好，我们来聊一下你们跟 Sunview 的合作啊，是您想到说要去往这个太阳能光伏，还有我们现在非常重视，包括政府也好，或者是民间对新能源的重视，其实大家都是可以感受到的。是。所以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想说你们要走这样子的一个企业的策略呢？其实我们公司的那个方向很清晰，我们永远是做的深度，在做宽度，做生意都是有2种嘛，所以我们一直在做深度的之余，我们觉得是时候，因为这个也是整个趋势，而且我们进入光伏这一块的支架这一块，因为我们也看到它的市场。其实我们跟Sunview的合作是说，其实是很奇妙的一个关系，你知道吗？就是说那时候我本来的意愿，一开始意愿是想要把这个铝材的支架加工的支架卖给他们的，其实是就找了他们的那个 CEO Mr. Ong 那里。就是跟他谈了整个方法跟方式，因为我们不熟嘛，我们一定要找一些 market leader 去带领我们讲去做这个东西，所以就跟他的 CEO 就谈了下来，就谈了讲去做，刚好他们也有兴趣走上上游这一块的生意，然后我们就一拍即合了，就是这样子的意思。然后我们就开始，他就会教我们怎样去把这个支架做好，因为他们是使用的人嘛，对不对？他们使用的人，他们才会给我们知道整个东西是怎样去做。有人带领我们好过我们自己去撞墙啊。OK， 所以其实合作对象非常重要对，合不合拍很重要对。那其实在现在我们看到整个太阳能光伏的这个安装，像你讲支架这个业务，我看到它现在是占你们的净利润的2%嘛？2%是我们的那个安装那一部分。OK， 好。接下来要如何让它的这个净利润再提高呢？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很多市场上都会去误解我们在做什么东西，你知道这个光伏这一块，因为有Sunview的加入，所以其实这里有2样东西。我们最主要我们的 core business， 我们主要的生意是要做这个光伏支架的生意，因为我们自己生产嘛，我们从铝材挤压过后，然后就去做一个加工，做到那个光伏支架出来，然后卖给市场的 EPCC，这个是我们主要做的东西。所以你说安装这一块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主要的生意来源，所以我们是说，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做多，但是我们的主要的那个核心还是放在我们的生产支架上面，因为生产可以走得更远。其实在这个传统产业跟未来的这种新兴的产业，你自己心目中希望说未来公司在业务的百分比上面，你要怎么样子希望它可以成长到多少？因为对于我来说，其实我是希望，我不想要把因为其实 aluminum 这一块就是铝材这一块，它可以做很多个 segment。现在我们做的那个 building material 嘛，对不对？然后 construction 这一块，然后现在进入新能源这一块，我们是希望每一个 segment 不会占我们的公司太大的一个比例，这样子我们就不会太依赖其中一个的 segment。但是对于我来说，新能源这一块，它有很大的潜能。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说的是说，马来西亚的 EPCC 光伏支架大概是有99%是中国来的。我们现在目前以我所知道，只有我一个人在做生产这个东西，可能是说机会还很多，还有很多，还很大了。其实讲坦白的 ，OK 市场还很大，所以是说我而且推动local content， 就是说希望是说马来生产、马来制造、马来西亚的制造，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机会。我们也会响应政府的这个 policy 这样去做，对 ，OK。好，我想跟你聊一下，就是关于你们这个行业的一些趋势其实有人就觉得说，马来西亚的铝加工行业可能就是太过依赖单一的市场那你自己怎么样看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不排除这个可能性，我们也是会开拓到去外国的市场，但是我还是会把马来西亚市场做大做强。因为为什么呢？是因为如果你做外国，你很依赖外国的那个 policy， 他们随时随地在改变，因为现在的全世界的局势不像以前那样 stable， 就是比较稳定，就是现在的局势是很紧张的，每个国家都随时随地你做了一下过后，他突然间来一个 anti-dumping 这样子，你就会有那个关税起你一下，你就很头疼的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是说，其实马来西亚是还有一个很大的潜力跟潜能，我们不排除有机会去到国外，但是我们的重要还是会在马来西亚这里主重心，因为我们不希望是说给
外国依赖外国的 policy，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危险。就好像之前我们的同行吧，我们说同行很多都放弃了马来西亚市场，因为全部都做国外的市场。但是一经过了国外的一些 policy 过后改了过后，全部没有办法就回来马来西亚。但是回来马来西亚，他们就已经是很难就比较会有一些困难回来马来西亚过后。了解。所以我们也不希望是什么崇洋媚外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希望把我们的自己的地方，好像我们说天时地利人和的地方做得稳做得强，我们再把我们马来西亚的品牌打去国外。所以我们要在马来西亚先强，强大了自己才去国外，然后我们才比较有信心这样子去做的。了解。其实我觉得企业愿意在马来西亚扎根，然后把这个市场给经营起来，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你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愿但是其实在国内的企业的竞争也非常激烈，还要面对外来的竞争。那包括了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人都在抱怨，很多企业家可能也不只是抱怨啦，可能也是担心说有外国的企业进来竞争，特别是我们看到很多中国的产品进驻的时候，大家非常的忧心。你自己对于这样子竞争的想法是什么？我觉得有竞争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没有竞争，有竞争我们才可以进步嘛，说超坦白那句话。所以竞争来到的时候，其实是说看我们自己本身企业有没有做好一个准备。讲坦白的，其实竞争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都有一定的竞争，是说其实到最后是看我们自己的企业怎样去打破这个竞争的东西啦。对 ，OK， 自己要进步，完全自己。其实到最后是说我们的 competitor， 对我来说，我跟我的团队说，competitor 永远是自己罢了，你不会是在外来的 competitor 的，因为永远是拼的都是，其实这种传统行业价格非常的透明的，讲坦白那句，很 transparent 的，也就原料加一个生产的费用，再加就可以卖出去，到最后拼的都是服务上差异化。有什么差异化？如果大家都卖一样的东西，你赢在什么地方？你有什么优势？我永远都是跟他们说，是说我跟我团队说，是说一样东西罢了，就是说我们的竞争对手永远是自己。我跟你闲聊的时候，我印象深刻，你讲这句话，就是其实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而已。对。好，你觉得现在微星目前在马来西亚的品牌的认知度是如何因为其实上市之后，我相信这整个的上市的过程当中，也让你更认识自己的品牌，对不对？然后也可能让你思考到说，未来品牌的升级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想象呢？其实，因为如果你说在建筑行业，我可以说超过50%以上都认识我们这个微星 Aluminium 这一块，对。所以说，如果上了市过后，我们也是希望把品牌带到去更高的高度。了解。好，那其实现在大家都在讲这个绿色还有低碳嘛，对不对？然后其实传统产业很多其实跟这个绿色和低碳很像，往往大家就会批评说你们是不是就是环境污染的来源重工业什么等等那其实要如何去让投资者或者是让一般的大众把这样子的印象给消除，其实更多的时候可能就是你们要在再生能源的技术或者是循环经济这个部分去努力嘛。这个部分的话，你有什么想法吗？其实我们的行业也做对了，讲坦白，因为铝材这一块东西 ，Aluminium 这一块，它是很富有那个回收的价值，也很多就是也比较环保，讲坦白的。再来，我们的公司也是很积极的在做很多那种，就是说我们自己厂也是尽量的在用那个绿色的能源，譬如说是安装太阳能系统在我们的工厂去减碳，然后我们新建的工厂也是在做整个，也是会去做那个叫做那个光伏的系统在那里。再接下来，因为我们会积极在做这一块，是因为我们的拍档嘛，我们的那个shareholder是Samuel，他们也很积极的给了我们很多建议，怎样去减碳。这一块的东西他们是专业的，所以他们也是给了我们的意见，怎样去做一个这样的东西，也怎样做到 net zero。对，其实上市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也发现说，政府对于上市公司 ESG 这方面这个要求其实也是蛮高的对，是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对于 ESG 你的想法是什么？你自己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
其实以前是，如果你是做Sdn Bhd的时候，就是很专注在做工作上的东西，就努力的赚钱。那时候，当你需要上市公司过后，就是说我们的责任不在于自己了，是在于整个社会的付出跟贡献这一块的东西，所以我们会更加积极的去做好 ESG 这一块。我们也是有做了很多 ISO 关于这个 ESG 的 ISO， 我们也是有很积极的去拿更多的 ISO 去学习一下，因为我们在 transform 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学习，一直在了解，是因为现在又是一个 AI 的年代了嘛，对不对？自动化跟数字化。工厂其实是越来越普及了啊！你自己其实在未来有没有想，可能在 AI 的运用上面也去多来做一些研究跟研发呢？必须的，这个也在我们公司的一个 planning 里面。其实这个 AI 这一块是必须要跑的东西，是 compulsory， 你知道，不是说可有可无的东西，它是一定要有的东西。接下来，我们要去接受整个社会的变化、世界的变化，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是很积极的在探讨这个问题 AI 这一块，因为对于这个 AI 这一块，你也可以看得到，明年我们的政府也是最低薪金已经实行了，明年2月嘛，1700块这样东西，就从1500去到1700这个东西，所以很多人就问我，很多投资者也是问我这样东西说，这样这个东西对你有什么影响？我说这个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东西，所以不要想有什么影响。你想的我就跟他们说方向错了。你应该是说，当工人员工去到1700块的时候，你要怎样把那些 skill 他们的能力提升？你要尽量的去把我们原有的那个员工怎样提升他们素质，把整个东西做得更好、更快、更有 quality。这个是政府把那个1500去到1700的目的，而不是说要加重我们企业的一个负担。这个所以我们要很理解整个政府他们为什么要跑这个东西，其实是因为 Industry 4.0， 而且也是讲着 AI 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更加努力的去做这个东西，我们跟着政府的政策跑，就一定不会错。是。我在跟你聊天的时候，我的感受是，我觉得你是一个还蛮敢想，而且蛮敢做梦的一个人啊。我相信现在其实如果说到这个铝的行业、铝制品的行业，那可能我们就会去想到一些新兴的材料，比如说铝合金的部分啊。那它的应用的场景包括了像是这个新能源车 EV 或者是航空的部分。你自己未来在开发新产品的时候，会朝这些方向去思考吗？其实这些产品有想过，其实我们铝材也是说铝合金这一块东西，其实它可以做的东西太多了，它也是很多金属的替代品，还有说很多铁，好像你说的工字铁 I-beam 工字铁，我在中国看到他们也是用铝合金来做，是我看到他们我说也是很不错的技术，所以其实铝材这一块可以做东西太多了。所以我永远我都是跟我自己说，跟我团队说，我们要 focus 现在眼前在做什么东西，做好、做对、做强，这东西一定要做好，就不是说其实很多都可以做。如果你分散了你的力量，你就很散那个力量。所以我们先把一个行业立足了，再去这个新能源再立足了，我们再去看第3个要做什么东西。这样子我们的 existing 我们原有的那个 segment 那个就不会流失掉那个生意量，而且我们也希望是说，在这一个好像你说我们做 construction 这一块，一定要再去提升再来 renewable energy 要再提升，这2个做成了过后，再去开发另外一个 segment， 是这样子。了解，你们其实现在的上市的时间表是12月19号嘛？对。现在要不要趁这个机会来跟这个潜在的这些投资者来信心喊话一下？我们微星是一个很有一个冲劲，也是一般很有冲劲的一个年轻的团队，也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团队是说我们10月19上市，我们这个balloting 抽签会在3号截止，所以是你们可以就是说参与一下这个 balloting。OK， 是希望更多的这个投资者可以来关注你们。我相信大家可以从你刚刚的谈话当中呢，可以去了解到你们公司的业务以及你想要拓展公司不管是在产能的这个扩增上面，还有未来的一些的对于公司的规划就是走一个逐梦踏实的一个路线嘛，对不对？要做好现在做的事情，对，然后再去思考未来。是。好，今天我们非常谢谢 Winstar 微星资本的Vincent 来到财经拷问的现场，
谢谢你，谢谢。不晓得大家对于维新资本的想法又是什么呢？你对于他们现在在 IPO 的整个过程当中，对于他们的整个公司现在在做的事业也好，或者是未来的规划，以及他们在上市之后公司的发展，你有什么样子的建议要提供给他们？欢迎大家都可以在下面留言来告诉我们。记得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们财经所有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